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Matty。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作品呢，是来自于 Doko 在24年发布在 Colorless 厂牌的一首作品，叫做 Luna's Dream。那这首作品的风格呢，不同于我们经常听到的 Colorless 厂牌的一些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一条旋律线，并且是使用这种温暖的合成器的力的音色去演奏的 Deep House 的风格。它不是，它更像是于那种大 House 圈子里的一种感觉，有着更强的一种节奏律动，而且它有着非常梦幻般的一种氛围的营造，然后还有着自己这个大 House 圈子里面才会有着标志性的一些音色。那么这首作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它一下。好，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小段。OK， 我们先听到这儿。首先我们要说的刚才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为什么说他这首作品没有旋律呢？我明明听到了一个旋律线，我们再听一下啊。就是这个音色，我再把其他轨 mute 掉。老师，这不是旋律吗？好，那说到这个音色，说到这个旋律呢，我先来聊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大 house 圈里面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个 organ 的音色，也就是和那个管风琴音色。那这个管风琴音色，它本身这个音色在去设置的时候，这个预置设定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振荡器是完全不调整音高的，你弹刀就是刀。那么另外一个振荡器呢，它可能会有一个加7的一个音高，或者是加19的一个音高。那什么叫加7呢？我现在用一个钢琴轨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现在我有一个钢琴，比如现在我有一个音，这个就是刀。那这个刀，刚才我们说加7，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7个半音，我们往上数7个半音，1、2、3、4、5、6、7，那么就相当于这里又多了一个骚这个音。那当你演奏这个 organ 的这个音色的时候，通常啊，你演奏一个音，它其实听到的都是2个音或者是更多的音啊，因为它有一种类似于和声的听感啊。今天的这个课件呢，我已经上传到我们的课程平台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去下载学习。就是这种听感。那我们再回到合成器里面来看一下，合成器里面如果它去设置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左边这个振荡器1，这里音高就是完全就是000，你该怎么弹什么音就是什么音。但是旁边的振荡器2的时候，这里就会加7。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里面有2个音，现在我把那个加7的关掉。这才是那个没有加7，这个纯我演奏的这个音。然后现在加7之后，这就是那个加7的这个音高。所以其实我们在刚才这首作品里面所听到的那个一直贴服于那个这个贝斯一直在走的那个音呢，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旋律。我们听一下 solo 一下。上面的这个是贝斯，下面这个就是衍生出来的那个加7或加19。我们把这2个迷笛联系在一起来看。下面这个就是这个贝斯的根音，它一直演奏的是咪，然后上方演奏这个西。那如果现在我把这个上方西西弄在这儿，我们来数一下，从这个咪开始，1、2、3、4、5、6、7，刚好就是这个西，所以我们一直听的都是它加7之后平行于它的那个音，而且因为它贴的太平行了，你往上一格我往上一格，你往下我也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同步走。
基本上就同步锁，所以它不算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一个自己的旋律音高和自己独特节奏的这么一个内容，它是依附在这个贝斯上的。但是这个听感就很 house， 这就是我们听的很多大 house 里面会有的这种感觉。再加上它有着自己的节奏。这就足以让我们，尤其是戳中了我们电子音乐爱好者的这种软肋上，或者是我们的死穴上。只要有这些东西，有自己独特节奏律动的东西，我们就已经想要跳起来了啊。那再往后的话，熟悉这首作品的同学可能会说啊，那你后面有一个旋律啊，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它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旋律，你看它一直就用了俩音哒哒哒咪来咪咪来咪咪来咪咪咪来咪咪来咪咪，后面才发咪发嗦嗦来西来西咪，它后面才有了一些小小的音高的变化。那前面这些都算什么？所以它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旋律也行，但是它不是一个强调音高的一个旋律，它是一个更讲究强调节奏律动的一个东西。它本身有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再加上它合成器里面的delay， 它有着自己本身的一个节奏，然后delay又给它抵出了另外一种节奏律动，然后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听感，我们看看。这是我开大了一点让你们感受，然后关小一点。我们会发现在恰当的时候它才会伸出来那么一下，填补了某一个地方的缝隙，其他的地方可能就会跟某一些音它们持平的。所以这就营造出来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节奏感了。那这首作品呢，它就是没有明显的旋律线一直让你去感同身受调动你的情绪，它反而有的是极强的节奏律动和氛围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戳中了电子音乐爱好者的要害了。那这就已经非常想要跳了，而且给了你自由的空间，给了你律动的一个内容。好，这就是很有意思。当时我听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好，然后我们来说另外一个点，那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电子音乐的时候，通常都会做这种乐句的划分，对吧？这个乐句到了结尾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空拍，比如最常规的节奏空拍就是在后面空个4拍啊，比如我们听它这个啊。比如它这里就空了几拍啊，我们再来一次，5、6、7、8，好，它这里空了4个底鼓，空了4拍的底鼓，对吧？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手段。但是它这首作品呢，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又做了一次变化，明明到了句末。他这次把这个句末或者是句中或者句末你所做的这个底鼓抠缝隙这个呼吸感的地方呢，移到了下一句的第1拍上啊，本来应该是1、2、3、4、5、6、7、8，本来这里你应该空的啊，8、2、3、4、5、6、7、8。他在下一句的第1拍上给你玩一个空，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意思，他打破了一点点小常规。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面都听过，但这首作品到后面他又做了一个花样，也是这种明明应该在结尾做呢，他又在下一句的这个开头做的，而且是空了8拍，我们听一下啊，8、2、3。好，他就是把那个呼吸感、那个乐句的中段的这个感觉移到了下一句的前2个小节、前8拍里面，所以他又营造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突然没有了低音，电子音乐的低频是非常重要的。当突然给你切掉低频的时候，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是非常渴望那个低频的 kick 或者 bass 出现的。所以当我们规律性的4拍抠掉，或者规律性的8拍抠掉的时候，那电子音乐爱好者
者就知道这里是一个乐句一个中段，突然他这里打破了一点点常规，他会更打破了他所期待的那个地方，他会更期待那个低音出来，他会更有一种啊你不给我，你快给我，你快给我，哎，终于你给我了的一种舒适感啊，一种情绪的调动。那我经常收到一些学生的作业呢，就是大家可能教的会比较常规，比如每8拍一个乐句，后面就固定空4拍，或者固定空8拍，然后每一次都是这个循环。那当然这个也不叫错，但是你会觉得它好像过于的死板了，每一次一句8、2、3、4后面一定空5、6、7、8，它一定空那几拍，就有点死板。而我们真正在去做作品的时候，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绪，比如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 A 段的时候，第一次主歌部分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情绪推进的时候，你抠个2拍抠个4拍就很自然。但是到了大的段落的时候，大的情绪推动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空更多一点，比如8拍或者4拍或8拍这种更多，因为你抠掉了这个底鼓。作为音乐爱好者，你低频的少了，他就知道他会渴望后面你的低频给他还给他，你要给他这个低频，他会更有一种期待感，听众会更期待后面的这个内容。所以小情绪有小缝隙、小留白，大这个乐句有大的缝隙、大留白这个可能之前我们有说过。那在这个作品当中，它就结合了3种玩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作品里试一下，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不能说我为了有这3种留白，我刻意就去往里去加，你要结合你的这个情绪，结合你的需求这只是这个刚好这个作品里面有这样的内容，就体现了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内容里面，这首曲子里面说的这件事情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制作人朋友们。OK，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